雅鲁藏布江从日喀则地区的宽谷河段，进入一条长长的峡谷，这就是著名的尼木峡谷。尼木峡谷是雅鲁藏布江最窄的河道，最窄的地方不到20米。穿过尼木峡谷，雅鲁藏布江变得宽阔起来，并在这里遇到了它最大的支流拉萨河。顺拉萨河溯流北上，就是高原最大的城市——中国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破格被西藏大学录取，身背扎念琴的白马刺人，终于来到了他向往的地方。第一次到拉萨，看到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心里非常兴奋。这里是许多人魂牵梦萦的城市，他们可以在这里寻求心灵的慰藉，也可以在这里追逐梦想。1年1度格西学位的考试即将在这里举行。从扎什伦布斯来的僧人洛桑巴登，也沿着雅江来到了拉萨。洛桑巴登对这次考试充满了信心。格西学位是藏传佛教最高等级的学位。答辩在考僧与高僧考官的击掌声中开始。参考僧人要在数百高僧的见证下，接受许多僧人近乎严苛的提问和答辩。公认智慧和知识渊博的，即可获得格西学位。获得格西学位之后，僧人洛桑巴登将成为受到民众和僧界公认的高僧。这是每个僧人从受戒开始就孜孜以求的崇高而神圣的学位。雅鲁藏布江最大的支流拉萨河从拉萨穿城而过，城市沿拉萨河谷延伸。与过去相比，拉萨已经焕然一新。旺久多吉，西藏著名摄影家，他计划沿着他父亲当年在拉萨拍摄的足迹，在相同的拍摄点进行再次拍摄。这天，他来到了布达拉宫旁边的药王山。80年前，有一幅拉萨城的著名照片，就是他父亲在这一带拍摄的。我爸爸原来就是在那个丹云学院那个上面，在那个上面拍的。旺久多吉的父亲德木活佛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藏族摄影家。德木活佛学习摄影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当时，拉萨城有一个尼泊尔人开的相馆。一天，摄影师老板突然生重病，昏迷不醒。限于当时的诊断条件，家人以为他已经过世，把他送到了天葬台。谁也没想到，第2天，摄影师老板竟然又清醒了过来。
按习俗，他无法再回到家里。后来，他流浪到了德木活佛正在修行的寺院。德木活佛收留了此人。他呢，叫人捎信到家里面，有木头的一个相机带过来。照相的技术，包括那个玻璃板上怎么涂感光乳剂啊、暗房啊什么的都教了。后来，摄影师老板就教会了德木活佛玩相机。从此，他开始用相机拍摄拉萨大昭寺和八廓街。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他的儿子望久多吉继承父业，也拿起了相机，继续拍摄西藏的变迁。64年开始，我也喜欢是照相，我也借我爸爸的相机，我也借一些朋友的相机去拍。这个就是我父亲送给我的哈尔滨的，现在都不好用了都。后来那个漏光，我又用胶布贴起来。哈尔滨相机先给你，再给了我一个10卷胶卷。我后来拿过来一看呢，1946年过期的。我说这过期了，爸爸，那这怎么办？这西藏过期没事，你把光圈开大点，2G，或者是快门减慢2档，你拿一卷先去试一试嘛。我就用了大概2卷，只能拍8张。这种底片就是那个哈尔滨相机。应该是那个里面拍的，这个底片就是现在的北京东路，当时叫江子下路。为了寻找当年的江子下路，望久背上相机又上路了。这原来是个门，是个大门。这门上面呢是我父亲的暗房。就在这层楼房上，只要德木活佛听见窗外有热闹的声音，他就把相机伸出窗外拍摄一张。北京路上的往事，就像定点拍摄的连环图一样，被无意中记录了下来。如今，那座2层藏式小楼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正在装修的5层宾馆，给望久寻找相同的角度带来了困难。路比现在窄得多了，那时候刚刚2个车多的开，很窄。爸爸拍过的东西，总得有个延续吧。我拍的片子跟他大不一样，很多都不一样了，但是起码得有一些衔接吧。如今的北京路，成了拉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很多现代化的大商场都云集在这里。拉萨始终保持不变的是这些伟大的建筑，它们承载和见证着西藏的历史。每隔几年，大昭寺顶上的金顶就要全部重新镀金，让寺顶始终保持金碧辉煌。为此，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对大昭寺、布达拉宫和其他文物古迹的维修和保护。我们这个不到就刮牙线的路，早的都是把刮的干了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对西藏重要寺院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工程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从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到2015年，国家对西藏文物维修的总投入已超过了100亿元，有1400多座寺院和文物古迹得到妥善保护和维修。这不仅是对文物的保护和修缮，更是对西藏文化的传承。其中，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是修复大昭寺内墙壁两侧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壁画。唐卡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画家尼玛正在努力对壁画进行复原。既要保持原作的风格，同时也要让破损的地方恢复正常。他所做军用去丢开了，他当的我把去丢肉，去丢开了喽。你送点这去公民嘛？每天一点点色彩和线条的积累，一个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修复工程，倾注着每个唐卡画师的信仰和责任。在拉萨河不断流入雅鲁藏布江的同时，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丰沛的水源。布达拉宫后面的拉鲁湿地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初夏是候鸟孵化的季节，也是野生动物保护员放逐最繁忙的时候。他最担心的是耕牛对候鸟孵蛋的破坏和惊扰。小鸭的出生给湿地带来了生机，也给城市带来了生命的灵动。次仁扎西，西藏大学文学院藏语新闻专业大学生。今天，他准备回老家，他有一个重要的决定需要跟家人商量。我爸他们算是一个大家庭，亲戚就有13个，就除了我以外，其他都是工作的，就考公务员的公务员，都已经稳稳当当了。扎西把他构想中的公司理念说给小伙伴们听。谈的年了，是公司的名的呀，学等我吧，是呀，档次呀，说些，但是我的盘你第一的30年嘛，我第一了嘞，现在就还是你们那些的周边的嘞，也没新买这个说呢，也真最近也推不了了。家里面也不愿意让我去，每天都叫我去考公务员，然后跟家里面也闹矛盾，跟家里面就吵得很厉害。我自己
本来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有目标。不管怎样，我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平平淡淡就这样过的话，我觉得人就这一辈子，然后就没什么意义。为什么不是你？就让它随风飘走。不久，扎西的音乐公司正式开张，并开始向社会招募歌手。我最爱的对，姑姑你，我最爱的绿松石。一直在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自己民族的唱的，但是也可以是他们想要的那种音乐曲风的。我们现在做的是藏族新概念的那种音乐理念，就是我看到我自己的未来，我的市场是肯定会越来越大。那我做的东西啊，那些都已经慢慢有人认可，然后能够养活自己，一年挣的钱不多，但是给他们发工资呀，然后自己吃的呀、穿的那些都还没问题。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在拉萨站住了脚跟。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前方还有一系列未知的问题在等着他们。西藏大学是国家211工程的重点大学，西藏自治区的最高学府。保护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西藏大学重要的办学理念。今天的西藏共有6所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已达近4万人。同样是西藏大学的学生，音乐教育系的白马刺人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一个从小背着扎念琴放牧的孩子，现在成了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学校专门开设了一门教授扎念6弦琴的课程。这是搞不起来吧？怎么这他做姿势？哦呀。你把这都是干的，这你知道吧？学校里的这些东西大部分是理论性比较强的，学习专业的同时还是去拜一些民间艺人，我就感觉在民间里头祖先的那些智慧的东西更多一些。白马刺人又一次来到了拉萨近郊的刺觉林村，拜访老艺人尼玛平措。老人一直是村里节庆歌舞、协亲和说唱时的领唱。当白马再次来到老人家时，老人的身体已经无法站立。但是老结局就住虽然他说冷啊，但脑筋也没力，其他这样的了。在说的吧，就许下这个样子，接着就没有嘛，比没有的。6就不行了，那是没是去年他生病。我一看到老师的脸色，比起去年的话，就脸色有点不行，我有点悲伤，说话都说不出来。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悲伤和焦虑的事情。白马刺人非常担心，很多古老的唱法会因艺人的离世而失传。白马刺人决定要继续深入到田间地头，找寻和记录那些古老的歌谣。
哲蚌寺的僧人们很早就起来了。今天，他们要把长50米、重达3000多公斤的佛像唐卡抬上山去，展开供大家瞻仰朝拜。这是拉萨盛大的节日雪顿节的第1天，也是当地人重要而神圣的日子。藏戏演出是雪顿节的重头戏，被誉为戏剧文化活化石的藏戏，不仅是中国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拉萨1年中美好热闹的时刻，节日在传统项目中展现，而传统也在现代节日中延续。东至才让是藏式新服装的设计和经营者，他的品牌策划和品牌战略源于他超前的品牌意识。东至才让认为，现在的藏式服装过于单一。其实，藏族服装在不同的地区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和样式。他希望把这些元素融合起来，发展创新。在拉萨的一家5星级酒店，东至才让的时装发布会正在排练。这个服装的定位在传统和这个现代结合的这一方面，用一些传统的工艺和面料，结合现代的创作，去实现价值。经过东至才让之手打造的这些全新藏装，让人耳目一新。独特的设计，具有国际眼光的视野，加上很有美感和天赋的模特团队的鼎力相助，东至才让的成功令人期待。东至才让每个新服装广告的拍摄现场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OK， 成功了。放假的日子，白马次人乘车来到了定日县岗嘎镇一个叫做申木达的村庄。村长桑培同时也是当地著名的民间艺人，他们的定日落鞋包含着丰富的音乐技巧和内涵，是复式音乐在藏族民间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白马在村里的婚礼仪式上感受到了这里民间音乐的丰富。就这样，白马次人拜了村长为师，村民们也非常高兴地接纳了这个来自远方的学生。说不出的感觉，没想到这些地方有这么好的传统音乐，有这么奇妙的音乐。民间的那些音乐就非常带有感情色彩，而且就非常的自由，感情投入进去再弹的话，那更陶醉，更有感觉。在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把祖先传下来的歌舞弹唱，毫无保留地传给了这个年轻人。看到养不多了，可能每天养都要这样，就没人弄了。来噻，到这吧这里。哎，来噻，来噻，回到学校之后，白马开始细细研究他拍摄的每一个动作画面，每一段音符。不久，藏大开始流行这种叫做扎念的六弦琴。学校学其他专业的学生也都纷纷前来找他报名学琴。古老的扎念琴声，经常会在藏大校园里响起。毕业于西北大学藏语系藏文专业的丹增格西，在试图寻找一条不同于前人的创业之路。这里是拉萨附近一个叫做吞巴的小村庄，是藏乡著名的传统产地。时至今日，这里还完整地保留着传统的藏乡制作工艺。藏香并不仅仅是一种香味剂，同时也是藏药和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增格西的叔叔贡嘎拉是村里有名的藏医，也是藏香家族的传人。推算起来，丹增格西应当是村里古老的曼众庄园藏香第14代传人。他俺见过不个，我家嘛的把老西的送，他不的那边人心里也不就这正常也不是说那你过去的这地也不去了，你现在的他不个。不了。怎样才能把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工艺变成真正的品牌？能否把藏香变成他的创业梦想？丹增格西一直在一步步向前探寻着。我看中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它主要是一个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文化才是一个无价之宝的。我要把我们家乡的手工的藏香药传播下去，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就在一个很特殊的时候认识了格西拉，然后他把他的那种创业的想法跟我一说，我觉得很合拍，所以我说那格西拉，要不我跟你一起干？格西拉也非常同意。然后我就说，那我们2个人合作，一个管市场，一个管生产。就这样，在古老的藏香产地尼木吞巴村，一个只有10个人的藏香企业曼众商贸有限公司正式开工了。我想把就是它做成一个企业，有规模化的一个企业，像弄一个团队一样。因为我一个人也做不掉，就是那个是太庞大的一个文化。春天又悄悄来到了雅鲁藏布江。此时，分散在雅江两岸的黑颈鹤开始集中，准备飞往青藏高原北部的无人山区。它们将在那里养育后代。为了尽快占领并拓展市场，一个超前的想法冒了出来。他们开始在拉萨寻找铺面。招呼的是您是吧？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对的，好。这个。야주보다가 별이 개주없었어요. 자기네 도지 뭐 하게 됐나?
숨쉬 지금 대체对说年纪的这一个不然操作这些设计。他们想在拉萨开办一家藏香体验馆。按照丹增格西的想法，这是一个既可以传承文化，也可以实现商业梦想的实体。就在他们缺少资金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了过来。拉萨市首届青年电视大赛，青年创业电视大赛。第两个多的话，就像是那种门的提到的代表着了吧？很快，他们的事业有了一点起色。他们的项目通过了大赛组委会的初步审核。今天，将有一个考察小组来村里实地考察。当地相关机构今年将拿出近100万元来资助有创意、有市场前景的商业项目。应该是都能销售出去吧？哦，这个没问题。咱们这个原料是从哪里这个采购呢？藏香的主要原材料是这个柏树。柏树都是咱们本地的吗？没有，我们这边根本没有柏树，从林芝那边运过来的。如果他们获得了任何奖项，他们都将得到8至15万元的创业资助。经过初赛、复赛，他们的项目从40多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已经正式入围10大青年创业项目大赛。至此，他们至少已经能获得8万元的创业资助了。他们的步伐开始大了起来，果断拿下了位于黄金路段的商铺。1周以后，拉萨首届青年创业大赛将在拉萨当地电视台进行。这天，服装设计师东至才让早早关了店门。这里是当地电视台的演播大厅，青年创业大赛的决赛将在这里举行。结合起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藏香。原来与丹增格西一样，东至才让也是此次从40多个青年创业大赛项目中选拔出来的正式入围者。他将与丹增格西一起在这里角逐15万元的奖金。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拉萨市首届青年创新创业电视大赛的录制现场。我是曼中庄园的第14代传承人，今天我带来的参赛项目是吞曼中品牌的手工藏香，吞尾定名曼中9分、8.5分、8.6分、9分、7.5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靠肩藏族服饰的项目负责人东之才让上台陈述项目，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是靠肩藏族服装的负责人。东至才让一上台，大气的广告图片一下吸引了评委。国际化的精美设计，加上本地消费者和前来旅游的中外游客形成的巨大市场，很明显，这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商业项目。经过评委的反复提问，东至才让的藏族国际时装项目最后获得了第2名。祝贺拿了第2名。丹增的藏香项目拿到了第1笔创业资金，藏香体验馆正式动工装修。盛夏的雅鲁藏布江两岸，到处郁郁葱葱，鸟语花香。此时是雅鲁藏布江流域
最迷人的季节。扎西带着朋友回老家过每年一次的盛大林卡。在今天的西藏，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富裕起来的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过各种各样的林卡。在这短暂的夏季，亲戚朋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共同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对于扎西的家人，虽然已经看到了扎西公司的成绩，但对未来的各种不确定，仍然忧心忡忡。미리 개조 유배 돌래 아니 미 지로 신다 되게야 수수 수준의 라제 미랜도 잔잔 잡는 편도입니다. 생안 줘 지금 마치면 아니 부수 단대 니트다 공주로 저서도 다 제마 시행하면 차고 공주배 지게게 변형하다 재미있는 네 고야도 제님도 샤고 제주도 다 지게게 날래게 낭동아란조 보배게 달롱배 찍찍찍라라 제 안낭안조 보배게 미만 찍찍찍래서 자세변나 그 매년 그저게 간제 낭동때 하고나 그 기부처라 근데 좋아만 해야고 왜 존재다 야만나 뭐 간데 날래게 부숨적과 인배가 존재인데 제 낭동 미는 롭수자야 미만 롭수티야 그래서 간다 독도르 제가 아니 부리 미마 아니 중국 미마를 앞에도 유배家人对扎西的公司最终还是选择了鼓励和支持。又要回拉萨了，全家人都出来为扎西送行，用纯洁的哈达表达美好祝福。过了几个月，扎西公司的第3张汽车音乐发行仪式与伙伴们的年度跨年音乐会同步在拉萨举行。又一个寒假，白马再次乘上从拉萨到日喀则的火车，驶向老家昂仁县。父亲专程骑着摩托车到10多公里外的公路边接他。这次假期，白马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希望年龄更小的一代都能够学会当地的扎念弹唱。有趣的培训开始了。平常唱唱跳跳的时候，这些小孩也就开始动起来了。而且呢，我就这样站着说。稍稍留意他们的话，他们就有那个感觉，当当当，他们也就蹦蹦跳跳。哇！几天以后，孩子们等来了日喀则地区的藏历新年。在新年的家庭聚会上
3个小孩子向老人们的汇报开始了。这是一个让全家人最开心的时刻。老人们把所有的哈达全部献给了家族的后人。冬天再次来到了拉萨，拉鲁湿地开始结冰，从远方飞来的斑头雁成群结队地在这里越冬，他们要在这里待到第2年开春。洛桑嘉措，西藏人文地理主编。有丹佛近景的，那边烤的有吗？房子里还可以再放大点。第2个，嘉措任主编的这本杂志，一直在向世界深度介绍西藏的自然、地理、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拉萨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世界最高的城市。80年代以后，拉萨做了第1次，这是比较大规模的危房的改造，就把一些危房老旧的房子拆除了，但基本上建还是按照就原有的风貌。再一个大规模的就是今年的这一次，它主要对整个巴街的外观做了一次整体的维护跟保护。巴廓街，拉萨著名的转经道和商业中心，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改造后的巴廓街完整地保存了古城的传统面貌和居住方式。今天的拉萨，你可以看到藏民族上百年这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它还在延续。它是传统跟现代都是非常和谐的融在一起的，它就跟地质断层一样，你能看到最古老的，你也能看到今天国际上最时尚的文化跟元素。这是我们第1次从这个角度鸟瞰拉萨。巍峨的布达拉宫与现代化的城市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成为这个城市不朽的象征。布达拉宫是个标志性的藏民族这个文化上、建筑上智慧的一个集中体现。已经1000多年历史的布达拉宫，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平静而祥和。飞越拉萨河，矗立在拉萨河南岸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在崛起的拉萨新城。不久的将来，现代、宜居、高品位、特色浓郁，以商贸、金融、旅游服务为核心，规划总人口超过30万人的拉萨新城，会沿拉萨河两岸兴起。拉萨的历史将在这里写下全新的篇章。拉萨这个世界著名的日光之城，如今已经成为既保留着古老传统，又具有全新现代化色彩的国际旅游城市。今天拉萨的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总人口已经突破了80万。过去在老拉萨人的概念里，只把以大昭寺为中心的不足3平方公里的老城区称为拉萨。如今，拉萨新城的规划总面积
已经超过了125平方公里，相当于过去的40多个老拉萨。2015年3月，旺九又一次沿着父亲的足迹来到了药王山，再次寻找与父亲老照片相同的拍摄机位和角度。在父亲80多年前拍照的地方，他又一次按下了快门。当历史中的照片与今天的照片完全重合的时候，旺九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这是一种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一个全新的高原新城矗立在蓝天白云之间。冬春之际，就在藏历新年就要来到的时候，突然降临的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拉萨。瑞雪兆丰年，大雪并没有影响人们冒雪外出轻松的脚步，更没有影响人们采购年货的热情。拉萨街头人头攒动，幸福就像一朵朵鲜花，盛开在每一个匆匆掠过的面孔之上。丹增和合伙人的藏香体验馆终于如期开张，同时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市场合作伙伴，他们的产品不用为销路发愁了。冬至才让的藏装生意和他的藏装国际品牌意识一直在发酵，他们的服装作品已经登上国际时尚杂志，而此时他又有了新的商业计划。大学生白马对民间音乐的痴迷一直没有减退，他未来的目标是想继续读研究生，继续研究和抢救自己民族那些即将消失的音乐。雅鲁藏布江流过拉萨地区之后，沿着宽阔的河道，继续由西向东奔流。